时隔4天，再有一架美军运输机神秘抵台，停留约1个多小时后飞离。台空军方面很快发声回应称，这架军机属民间商用，军方对包机任务一无所知。美军飞机1个多月内接二连三短暂赴台，大搞政治秀，以此挑动台海神经。解放军既然完全掌握有关动向，后续会有怎样的应对手段？来看看报道。周一中午12时14分，美军一架 C-130运输机降落桃园机场，期间地勤人员卸载了一些装在木箱内的货物，以及部分红色帆布袋，货品内容不明。该机于14时离开机场。据岛内媒体爆料，这架从菲律宾马尼拉起飞的 C-130军机，机身上并没有明显的美军涂装，归类为美军民用版运输机。根据台空军方面的回应，该机并非美军军机，而属民间商用包机。赴台前无需向空军单位申请，军方对包机任务也一无所悉。C-130是这种就是大量的军用的生产以后，然后呢也有民用型的，只不过看你的用途是干什么，对吧？你要是如果用兵员，那就是军用；你如果是用这种，比如说疫苗啊，或者是其他的物资啊，这就属于是民用啊。所以这个界定从机型上你是看不出来，只有拉的这些材料还有这个 logo 啊，你才能够看出来。所以我认为他强调是民用的，还是不愿意啊，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向大陆进行挑衅啊。事实上，这已是美军军机1个多月来第3次赴台。继6月6号3名美国参议员乘坐美军 C-17运输机窜访台湾后，上周四一架美军 C-146A 行政专机从日本冲绳基地起飞，并于9时32分抵达台湾松山基地短暂停留。据悉，该机没有搭载任何乘客，主要是运送新任美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的公务及私人用品，数量较多且较为庞大。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于上周四发表谈话称，7月15号有媒体称美军一架运输机降落台湾，我们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吴谦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外军飞机降落我领土都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许可，任何外国舰机擅闯我领空的行为都将引发严重后果。我们正告美方切勿玩火，立即停止冒险挑衅行径，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避免加剧在台海制造危险紧张局势。我们警告民进党当局不要误判形势，引狼入室，铤而走险，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只会把台湾带向危险境地。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吴谦大校的警告，个别岛内媒体却把焦点聚焦在发言人的一句话。有媒体称美军一运输机降落台湾，有媒体煞有介事的分析称，这可能表明解放军尚无法实时掌握美军机在台湾的行动轨迹，而是靠媒体报道才了解到相关情况。这个说法呢，就是无稽之谈了。因为像这种军用飞机的话，它要进行飞行的话，那肯定中方是对它的这种航迹的掌握呢是很清楚的。因为很简单，因为呢就是牵扯到国防嘛，这个就需要呢我们有很强的这种监视跟踪能力，否则的话你没有这种能力的话，那它随时都可以进行突防。所以呢，在跟踪监视方面的话，中国军方的话显然不存在任何的问题的。对于岛内媒体玩自嗨，深圳卫视特约评论员吴卫认为，会有这样的说法，只能证明他们的无知，甚至说揣着明白装糊涂，是想贬低解放军的能力，来给岛内那些台独势力撑腰打气。事实上，以解放军的实力，在跟踪监视方面显然没有问题。应该说，这是国防能力的一个基础。比如说，海军呢，可以在我国沿岸的这个关通站，还有空军呢，它可以设置雷达站，就可以对周边的这个关键的空域、海域实现一个实时的侦查。那又比如说呢，战略支援部队呢，它可以通过卫星侦察的手段，它可以提前了解敌人的或者是周边的外军的军港、机场的动向。那么具体到这一次呢，国防部是出于一个军事保密的要求，它不会很仔细的提及是如何发现的，用什么手段发现的，或者是哪个单位发现的，这些具体的细节，我觉得没有必要跟公众进行透露只需要一句全程掌握，就已经能够提供足够的信息量了。那么像运输机轰炸机或者是侦察机驱逐舰这些，时不时就在我国周边海域，比如说台湾海峡、南海附近海域溜达的目标，那么以解放军目前的实力
全程盯着、全程掌握，一点难度也没有。既然如此，发言人为何不直接说据我方掌握的消息，而是要说有媒体称呢？对此，吴畏分析认为，国防部发言人答记者问是一个新闻舆情沟通现场，发言人一般会援引媒体的说法来对新闻事件进行评论回应，而不会直接采用某部队发现什么或某单位发现什么目标这种方式。国防部发言人必须把好两道关，一是确保信息描述准确清楚，另一个则是防止出现军事机密泄露。不能排除台湾一些媒体他抱着一种碰瓷的，或者是说主动的用钓鱼的方式来探知大陆的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军事调动情况。施宏则认为，这样的说法就杜绝了对方进行狡辩的可能性。媒体的报道出来这种事情之后，那么对方如果再去进行狡辩的话，它就变得非常困难。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说有媒体报道。主要呢就是杜绝对方的钻空子，他去进行狡辩的这种可能性。美军机三番两次降落台湾，解放军完全掌握有关动向，为何不加以阻挡呢？未来将会采取哪些行动？在我看来，在目前的情况下，它的政治意义更大于它的军事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将之判断为对我们能够产生直接威胁的军事行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反应不宜过激。但是我们一旦了解了对方是一种挑衅，用一种切香肠的方式，不断的在台湾刷存在感，也就是所谓的碰瓷，美军通过这种方式，像展现出的东西，我们已经读懂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采取一种让美方读得懂的方式进行回击，表示我们对此很不满意。外界注意到，上周五，也就是美军机降落台湾第二天，解放军亮出大动作。浙江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16号12时至21号18时。东海部分海域将进行实际使用武器训练，禁止驶入。该航行警告引发台媒关注，称此次军演范围距离台湾本岛最近距离仅约243公里。与此同时，中国海事局16号下午2时39分再次发出航行警告，公告7月18号至8月3号将在浙江台州头门港码头附近海域举行军事训练，所划定的范围内禁止船舶驶入。